房贷一族拼买房，包租代管越多，你反而越租越贵。先说结论包租代管变多会让租屋市场更加规矩，那换来的就是按规矩办事啊，该怎样就怎样啊。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租金缴超过房贷就能买房吗？到底行不行？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租屋的人越变越多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买不起只能躺平，房仲不卖房改当包租代管。专家，台湾房市走向日本化。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根据实价登录统计，今年第一季六都住宅租赁实登笔数合计 3.43 万件，年增 19%， 创下近年同期新高。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租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了。好，那里面当然也包含那些本来没有报税的地下房东嘛，那也因为现在租补的政策都浮上水面了，因为房东无法防御租客突然报租补，你知道，然后就浮上台面来。你看我划线的地方，全国租赁住宅服务业今年第一季达2333家，创统计以来新高，短短4年间加速翻了1倍有余。意思是说，政府的这个包租代管的政策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明星产业因为这是政策支持嘛。包租代管的从业人数现在是越来越多。再来你要知道，对房市来说这是好事吗？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说，包租代管业者变多，甚至很多房仲店他自己也跳下来做包租代管的时候，这样对整体的房市发展到底算不算是好事情？当然是嘛，当然是好事情。因为包租代管至少怎样 100% 合法合规你就不用担心说房东一言不合把你赶出去，只要你不乱来乱搞，久租应该都没有问题，而且还可以报租补。那房客也比较省，但是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租金全面上涨真的，因为包租代管要赚钱啊，人家做二房东啊就是要赚钱啊，所以房租真的会被拉高，而且你会越来越难找到那种租金明显被低估的物件。这种物件以前很多，因为老房东他就不缺钱他也懒得管市场行情他也不会涨人家房租，就是如果真的要涨房租，就是换下一组租客的时候，那你就跟他租，你租了3年5年那租金都一样他就不太会。我跟你说是真的就是说，当然市场中有人会遇到什么房租传赖来，所以说下个月涨2000这种事情好他很狗血他很邪恶的房东很有这个戏剧效果，所以会被一直放大。但是其实这种房东是少数，你知道我们哪有这样的我们都是租客，你要租你就租你租3年租5年没事，我也不会去涨房租。我涨房租的时机在哪里？在他退租了然后我整理以后，我下一组租客我再把它调高。我们都是这样的，而且我敢跟你保证，大部分的房东都是这样，这大部分到80%以上。所以那个动不动传讯息说下个月要涨房租那个就是很少，只是他很狗血他很戏剧效果，他很能挑起那个对立然后就被一直渲染，被一直放大这样。不然房东通常是怎样，很懒得管市场行情。像我之前就听说过，在新北市1万块租3房2厅，一租给他租多久？20几年这个就是老房东懒得管就这样丢着，然后你拖欠房租也不会怎样。老实说，那个房东就觉得说赶人很麻烦就跟你讲赶快缴，然后你又拖就被拖了嘛，他也不会怎样好，那今天这个房子落到包租代管手上，你自己看会发生什么事？你觉得他还会租你1万怎么可能？人家功课做得很认真怎么可能租低于行情？甚至他会掌握一些装潢的技法、软装的技巧他去调高那个行情，甚至比行情略高最后你要知道，对租客会更有保障吗？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说，包租代管的业者变多这件事情，对租客来说到底算是好事还是坏事？刚才我们有提到租金会怎样必然上涨，这个坏事嘛？那有没有更坏的那有没有好事之类的来，我们先讲好事。好事就是合法合规嘛，对不对？像去年不是公布了租屋电费新制，就是房东收电费不得高于平均电费。这件事情落在包租代管身上是必然会被去执行的。为什么？他怕你去检举他另外巧立名目收费然后被查到会爆了好，那今天东西坏了也比较快有人来修因为他就会有一个人专门来处理这件事情而不像老房东有空才来处理，然后他也不要不紧这样所以你的居住品质会获得改善，但换来的是什么？这就羊毛出在羊身上。刚才讲的房租上涨嘛，就是服务跟保障就是算在你租金里面了。所以你其实是怎样？你花更多的钱去买那些本来房东就应该帮你做的事情。然后第二点是背景审查会变严格。
包租代管做生意的呢，他也要挑好租客啊，他就不会像老房东那样啊，看你顺眼就租给你哦，然后租金呢就给你杀个1000、2000，他也没差这样哦，不行，该多少就是多少。然后租房前他会先探你的背景、收入哦，稳不稳定之类的啊。如果他也觉得是怪怪的人，这东西是这样哦，就是包租代管跟代租代管拆开来，这个我八卦我再好好说。好，那条件不好的人哦会怎样？会更难租房子啊，因为人家是专业的审查，就不是依赖一个房东哦。那个房东说我看得很准哦，就不是这样。那你也不要想说你条件会一直都很好哦，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无法抵抗，叫什么？我们会老。租屋市场是不欢迎上了年纪的租客的哦，除非你是一家子要租啊，你有女儿、儿子可以照顾的这种才会比较好租。如果你孤家寡人哦，老了租房子是怎么样？你不要说我乱讲哦，我随便找一篇给你看，你看我画红线的地方，你以为老要多老？55岁就被嫌老。不是我们想象的白发苍苍还要拿那个拐杖哦，那个才叫老。好，那接下来换我问你哦，你认为包租代管越多，对租客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欢迎底下留言讨论。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讨论了包租代管变多以后，对租屋一族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我们先分析了包租代管变多以后，租客确实能得到合法合规的保障跟更好的居住品质。相对的租金也会更偏市场行情嘛，租客的条件也会被筛查的更严格啊。结论就是包租代管让租屋市场更有保障，却不代表租屋族会变得更轻松。你如果可以还是早点买房自己住比较理想，因为不会被赶嘛。遇到恶邻居是一回事，那甚至你就是那个恶邻居，对不对？那你自己把日子过得很爽，然后去影响到其他人，然后其他人真的实在是受不了，然后搬走，你就是不会被赶，你知道？最后我想问你，包租代管让租金变高，但服务也变好，你能接受吗？可以，多花钱买保障。B 不行，租金便宜最重要。C 不行，我就是要又便宜又好。这个我讲一下老上次我拍影片我有讲到一个案例，来101岁他从社会住宅期满不能继续去租。好啊，他现在流落在外，他要租房子，101岁。你觉得是包租代管会给他租吗？还是说是那个突然善心大发的房东去租给他的几率比较高？101岁，我跟你讲，那个社宅一定是战战兢兢的，你知道？哇，90几了，哇靠！社会住宅不能不给他然后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心惊胆战过每一年，终于到这个结案了他不能继续续租了，大家把他请出去了。请出去以后，外面有谁敢租101岁的房客？这个新闻我有后面有去查，我没有查到后续，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很夸张101岁，然后还要租房子，谁敢租啊？是你要吗？你们讲说什么圣母你要做圣母都是别人在帮你支付那个成本。今天你的房子101岁说来租，说他没地方住很可怜，你要不要租给他？你敢不敢租给他？好，同样的道理换到包租代管，包租代管会租给他吗？很恐怖然后市场中还有包租代管跟代租代管。包租代管的包租意思是他是二房东，他真的花钱帮你把房子租下来，然后他会投入一定的成本去做美化把那个房间调得比较漂亮，不要看起来是鬼屋这样包租，所以他一定是斤斤计较到每一分钱怎么花真的。那代租代管就比较顺利代租代管就是他不花钱跟你租，他就是帮你找租客帮你找租客有问题问题是什么？他也要选租客，为什么？日后租客欠缴你会找他他要帮你讨，他觉得很麻烦。这个他手上的案量多了假设他现在处理了1年2年，手上有200件的租屋合约，然后其中也不用多5件，你5%，这个 2.5%， 这个迟缴租金未缴租金的比例很 OK 吧，很合理吧，对吧？好，那他要去帮你催这5件，他要用掉一整个人力，整天在搞这些事情真的是很麻烦，相当麻烦的事情。所以不管是包租代管还是包租代管，他自己的钱在里面，他一定挑租客挑到爆，我跟你讲。然后再来是代租代管他怕麻烦，他要挑租客。这2类人再加第3类人就是老房东他们自己自干的老房东，也不太管的这种。好，现在101岁的人类租客站在他们面前，你觉得谁会租给他？那是不是只能看看那个善心大发的老房东说算了啦，我也知道你大概挂在里面，那就这样啦那我选一间房子反正也没人帮你嘛今天这个你来找到我就是神明的旨意啦，那我就送你最后一层这种事情包租代管代租代管怎么可能会去做所以这个
赶快有自己的基地会比较重要，不要再讲那些干话，说什么啊大家都继承就好，以后房子比人多怎样怎样怎样，你会被赶吗？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啊？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零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一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好来讲故事讲故事。这是一个我听来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了。这是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小智小智的故事。小智是一个普通上班族，他自己有一间房子可以住，是爸妈留给他的他工作10几年，薪水4万多他有个好习惯ETF， 他会定期定额存那个0050。那当台股突破这个4万点的时候，当然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4万7了当台股突破4万点的时候他胆战心惊股票知道好赚，但是真的给他赚到的时候他还会怕他就把那个0050卖掉，打算换成房子。因为股票整天那边涨涨跌跌，他心里还是很怕的。他不知道高点在哪里，但4万点怎么可能会是低点那所以他现在手上的确换到一间房子那他换到什么房子？他换一间隔成4间套房的房子，隔4套的就收租嘛。他当初买0050，他意思也是收租嘛，也不是那个价差。好，那最香的是这4间房有一间是空租而已就是人家要卖然后有一个人退租了以后他也没急着租出去，因为人家要看嘛，买方要看就让他看。然后他有看到说反正4间都长这样。好，那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小智就想说那这样我就无痛变房东。那仲介也洗他说这边租客超稳定，不太需要管理这样。他交屋以后第1个月确实很顺利，3个租客里面有2个准时汇款剩下1个也不会怎样也不是不会，他就是会晚几天晚1天晚2天等等有了没的。那每次都要传讯息传讯息提醒以后他也会马上补，没错。所以小智就想说当房东没很难阿元还在那边讲说当套房的房东你会很辛苦之类明明就很爽好，悲剧发生了。如果一直爽下去他怎么会来赖我你也就听不到这个故事。总之就是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其中一间租客传讯息给他说浴室排水孔堵住，水一直淹到浴室门口要淹进房间了但是小智又没办法马上处理，因为他在公司开会。结果租客隔10分钟又传来一张图片，那个水已经淹到房间的塑胶地板了那靠北这个虽然是塑胶地板，那泡水就是发霉的事情就跑出来所以他只能怎样？只好假装肚子痛，跑去厕所打电话，赶快找水电师傅帮忙处理。结果师傅去看才知道，就是很鸟蛋的问题，就是排水孔这样卡了一堆头发。那个师傅也没干嘛，他就是手伸下去把它捞一捞就捞出来了但是师傅出门就是要钱就这一趟就跟他收师傅也觉得说我好像也没干什么，这样跟你收钱我好像也那个可是我就是出门了嘛那我们出门的话算1000，算你给我500就好了然后就平安蒙蒙就这样当房东本来就会有这个修缮成本，久久一次，不用太在意结果又过了1个月以后，另一间的冷气开始滴水租客被他抱怨说棉被都弄湿了，而且现在是夏天呢这个不开冷气不行小智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他明天早上有一场重要的会议要开，他根本没有心情帮房客处理，所以他就跟房客说你可不可以自己找师傅来弄，那费用我来处理然后怎样的租客不要，租客说我也要上班这你房东你要去处理然后反正后面就是租客就断断续续有事情轮流有的让他觉得好烦真的好烦然后跑来问我说有没有解法我就跟他说你看套房房东就是会这样
你自己要有维修的能力，你什么都叫师傅也不是不行哦，那你会严重的去削减你的那个投报率。你做套房不是想要投报率你自己要是工具器材维修大师不然就是什么？不然就是你要有时间你要有那个人家叫你，然后你有办法到现场，你要做再来做。所以我说套房隔套收租你老了再来做嘛，你老了规刚赢，那个租客打电话给你，然后什么，然后你去看年轻的妹妹这个也不错所以我说那个老了再做就是这么一回事他硬要现在这个都在工作都在加班的时候，然后去做这个套房的房东，无解了，真的是无解。我就建议他，那你找那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这可以这样就是你已经租掉，可是你合约转移，就是重签一份是可以这样子他们也很欢迎，为什么？他们要业绩，他们要那个件数日后这东西是用标的，就是高雄区几家业者来标，所以他们会需要手上有件数去标那你现在带着现成的，你看一次4个的那个合约好好的要去跟他换约那他当然欢迎然后之后就给他们代管代管他成本就出来了嘛，一个月 10%， 对不对一个月 10% 的管理费，小资就在那边算加上本来要付的费用，想一想说哇，这个当初看套房是投报率，结果现在投报率算一算要给他们给他们的时候投报率就没那么香了，一个月 10% 你觉得还好，年租金的 10% 你那算下来你的投报率数字就会再往下降。他想一想说这个钱好像，那我当初继续趴在股票不就好了股票不会跟他说冷气会掉，那我就跟他讲说你遇到这个事情你就认了嘛你刚买要卖你也不现实嘛幸好你买的是中古屋啦中古套房你买的价格也足够便宜那你未来就期待补涨，就这样。然后最后小智跟我说他怎么样，他还是去找包租代管来帮他处理这些房子然后真的是没赚多少钱，可是稳定嘛目前才刚签还不到2个月，所以他说就没事真的是没事如果要修他也会直接拍那个估价单给他他当初就是带着那个坏掉冷气直接去请那个包租代管直接帮忙。这个一般民众都觉得说哇，那我现在到底要找谁？包租代管他们都有配合的当天就去看了就是这样至少稳定嘛然后每个月收到的房租对冲得掉他那间隔套的贷款还有剩，他也觉得不错了那他也不用每个月自己在那边贴钱也不用上班的时候找理由偷跑出来搞房子的事情，他比较轻松我也很北蓝我就问他说那你之后还要继续当套房的房东吗？他说他不要至少现在先不想他在工作上班实在是没办法这样子两边跑来跑去，可是退休的时候他一定要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这4间套房全部都租那个妹妹，就是专柜专柜的小姐专柜小姐的朋友也是专柜小姐每次进去都觉得很香这样。